大家好，我是小夏。今天我想开一个新的系列，就是我之前的视频里提到，我最近想要尝试做美股的个股。因为呢，我们家一些稳定型的理财，像基金啊、ETF 啊、定投什么的，这些其实都是老麦在管理的。他呢会做一系列的视频来说这个话题。那美股个股呢，其实相对是风险比较高。看过老麦之前那期韭菜视频的呢，也知道赔钱是一点都不意外的。那我现在呢就拿了$20,000开了一个股票账户，截止到今天吧，我也花了大概15000吧，买了一些不同的股票。那我今天呢就想直接公开我的股票账户，让大家来看一看我都买了什么。然后从此以后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一期，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用$20,000做股票投资能够做到什么程度。那这里要解释一下啊，我因为是第一次开这个账户，一开始往里面转钱的时候呢，它也不是一下就能到账的，我是5000转的，而且我本来想用10000块钱做这个尝试，结果发现10000块钱买不了啥，最后呢才决定用2万。那我是从11月初开始倒腾的，有钱到账呢，我就买一点股票。所以最后这个仓位到了我觉得合适的时候呢，我才拍的这期视频。所以一会儿大家也会看到，其实我每只股票的购买时间呢都不尽相同。如果说要让我介绍一下我个人的股票经验呢，那就是0，我是典型的新手韭菜。那我家里呢，也就是我爸爸喜欢炒股，但很明显呢，他也没有暴富，不然我在这儿干嘛呢？那另外就是老麦早年呢，把自己半年的积蓄基本都赔了进去，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很抵触风险的人，就是我很 risk averse。但是为什么我还是决定来当韭菜呢？这里面当然也有多重原因啊。我们马上呢，在看我股票账户的时候，一个一个说。不过主要就是我知道我之前说过执行力，那也知道看我们视频的一些朋友呢，是属于没有勇气尝试美股投资，而且现在股市呢又是历史高点，那我可以牺牲2万块钱，咱们大家一起来试一试，也欢迎各位股神呢来指导我，希望大家能为我这种无知者无畏的精神点赞。还有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快点订阅我们的频道吧，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了。我们在西瓜、B 站和 YouTube 都有一样的视频账号，名字都叫小夏和老麦。那我知道有很多国内的观众朋友呢，他们有孩子或者是亲戚在国外，所以欢迎大家推荐我们的视频呢给所有有需要的朋友。后面你难道不想知道我这颗新手韭菜会怎么发展吗？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我的账户吧。那现在呢，大家就能看到的是我所有持有的股票了。那像我刚才说的呢，我一共是2万的本金，我现在一共花了15800多块钱，就是我还有4000多一点的现金在手里。我现在买股票呢，主要其实分了3大类。第一类呢，就是像 Amazon， 然后 Tesla、Zoom， 还有包括像阿里巴巴这4只股票呢，我都是打算长持，就是我比较看好他们的未来。当然了，大家能看到 Tesla 现在距离我买已经涨了很多了，其实这个我也没想到啊。可以看一下我 Tesla 其实11月13的时候，当时 Tesla 在400块钱左右，然后我就买了一点。当然那个时候刚开始嘛，就是像我说的，这个钱是慢慢倒腾进这个账户的，每倒一笔钱呢，它还要比如说要认证啊什么之类，然后要等3到5个工作日。反正就是当时买的时候呢，账户里也没有多少钱，也没有多买，也没敢多买吧。买的时候你肯定是想象不到说它会涨的嘛。像 Zoom 呢，其实就更典型，就是我第一次买的时候它是433，当时我就勇敢的买入了。后来其实 Zoom 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370呀、380呀、390这个范围，但当时呢，我其实没有勇气，就是补仓特别多，但是就是稍微小补了一点，把这个平均价拉了下来。不过现在其实它价格涨得也很高了啊。像阿里巴巴，我其实觉得说还有买入的机会的，因为它现在还处在一个震荡的低点。那我其实认为阿里巴巴这个公司还是就是公司本身是很有前景的吧，然后公司的体量也比较大，所以像这种股票呢，我都是打算长期持有的。那第二类股票呢，就是我只打算做短期，就是并不打算长期持有。那这一类股票呢，就是 Netflix 和 Peloton。大家能看到这个 Netflix 其实是我现在仓位最重的一只股票啊，因为它的股价比较高，我虽然只买了10股，但是它也占到了我现在花的钱里的1/3左右。那
这个呢，其实在这个上面图可能不明显啊，就是感兴趣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它的那个 K 线图什么的。我当时是大概看了一下，大概在6个月的范围之内吧，它一直都是这样就是上下波动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也不贪心。我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买入的价格是476一股，我是打算500块钱一股的时候呢，我就把它全部都抛掉了，就是挣点小钱，这不是也过节了，可以给自己买点东西。对这个股票我没有什么野心，因为我认为如果我愿意花470多块钱一股的价格来买股票的话，和 Netflix 相比，我可能宁愿买特斯拉。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Peloton 其实是一个我感觉就是疫情概念股吧，就是因为疫情以来它这个居家健身嘛，然后这只股票就等于是也是一个比较新的公司，然后就属于暴涨。但是呢，最近一段因为这个疫苗的新闻呢，它就是在反复的震荡。这个呢其实也属于是比较高风险吧，但是我做出的决定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想尝试做一下短期的波段，大概就是我现在买入价格是107嘛，我可能就想一股能挣10块钱就把它抛掉了，并不打算长期持有。就这种股票我认为都属于是说风险比较高的类型。然后最后一类股票呢，就是可口可乐、Pepsi 还有麦当劳。这3只股票我买它呢，完全是图一个比较稳定，就是这个股票我也不觉得它会大涨，但同样我也不觉得它会大跌，就我不认为它会发生像3月份那样的情况暴跌了。就即使它跌了，我觉得它也会涨回来，因为这3家公司真的是太大太稳定了，然后业务范围实在是太广了。所以呢，我觉得这种股票对我来讲就是图一个能够打败银行的利率吧。因为这3家公司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都是付那个 dividend 的，就是付分红。分红的这个比例呢3.14%，可口可乐这家3.14%。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买100块钱的这个股票拿1年，那1年到头呢大概能拿到3块1毛4的分红。当然它这个是每一个季度分的啊，那肯定是在同样的比例下，这个股票的价格越低呢，肯定是说越好。所以也能看到我是可口可乐买了比较多的这个股。这个真的是比存银行要好啊，因为11月1号的时候，我当时查了一下，就是我的银行的定存呢，只有0.55% 的利率。那这个其实也是促使我最后决定来尝试这样一个股票挑战，就是我想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够在这个股市中做到至少能够打败银行的利率，那我的钱就没有必要放在银行里。所以现在我的整个 portfolio 的情况下呢，1个月以来我的 total gain 是5.77%。那咱们现在呢就看完我刚开的这个美股账户了，以后我有什么新操作的时候呢，我都会及时的给大家更新。最后呢，咱们来看看我到底能做到什么样，回报率呢能有多少，能不能跑赢大盘，能不能跑赢通胀，或者说能不能不赔钱吧。大家看完觉得有什么想法呢，都欢迎给我留言。如果觉得我今天讲得好的朋友，快点给我点个赞。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拜拜。